现在的电路板用的这种贴片元器件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些电容，它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呢，电容它上面都没有任何的标注，也不知道它的规格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它的容量大小。我们在维修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有个电容坏掉了，因为它坏掉了，用腕表肯定是没有办法测量它的容量大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容更换它的一个技巧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，它的颜色不同，它的容量大小也不同。首先看像这个电容颜色非常浅，几乎就是白颜色的，而这个呢稍微有点发灰，而这个呢颜色更深。其实呢，电容它的颜色越浅，它的容量呢就越小；颜色越深，它的容量就越大。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是在板子上检测这个电容的时候，先用腕表的风鸣档来测量一下这个电容。如果风鸣器响，就说明这个电容有可能已经击穿短路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先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，再来测量一下。如果风鸣器还是响呢，就说明它确实有问题，击穿短路坏掉了。如果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用腕表的电容档再来测量一下。如果它没有任何容量，就说明这个电容内部已经开路坏掉了。坏的电容用腕表没有办法测量它的容量大小，那么怎么给它更换一个同样型号的电容呢？首先呢，就要先找一下这个电容附近，找一个和它个头大小还有颜色一样的电容，然后呢把它拆下来，用腕表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它的容量是多少。知道它的容量大小以后呢，然后呢按照同样的规格把这个电容给它换上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。首先呢，把腕表先调到风鸣档，如果测量这个电容的时候呢，就这个声音就说明这个电容已经击穿短路了。如果用电容档测量没有任何容量，就说明它内部已经开路坏掉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这儿两个电容，我们先来测量一个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电容。我们先看它的容量是337纳法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测量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个，我们看它的容量是1.1微法，说明颜色越深它的容量越大。